台湾要作为借鉴俄乌战争，从乌克兰战争被打了3年以来，台湾会成为什么样的未来？看乌克兰最新的发展，当然有人说外媒报道18号，有人报道20号等等的，但结论都是一样，就是川普跟普京就要见面了，有可能是阿拉伯地区等等的沙烏地阿拉伯哦。所以要终结俄乌战争，虽然不是24小时之内，但是符合美俄利益的关系来首度谈判。乌克兰呢？没得参加。那欧洲也跳脚啊，欧洲也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参加？所以基本上当事国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可是却有人被边缘化了泽伦斯基。所以当俄方提的停火条件，现在传一个新的版本，叫做割地方案。这个叫做把俄罗斯提出的土地啊、占领区啊，通通包括敖德萨啦这些区域，让乌克兰直接成为内陆国，沿岸的或者是目前已经占领的他喜欢的好的地方，通通都没了，通通变成俄罗斯的。所以网友说，那简直形同亡国嘛，就通常被包围了呀。那泽伦斯基也说，普京试图利用川普来表演自己的戏码，网络的梗图，这个确定是梗图，当然前面那个是不是本人的照片啊？但这个一定是梗图，因为欧洲的网友制作这样的梗图，说普京收服了川普，还甚至结婚，把他们 P 成这样的画面。但问题是，普京川普可以随便被收买，恐怕重点是利益嘛。对于他的商业利益来讲，在乌克兰可以得到什么？停战可以得到什么？泽连斯基说，乌克兰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没有我们参与的话，我不会接受。所以到底还有没有和平？到底怎么个谈判法？泽连斯基正式访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说你们也要来啊，但不让我参加，他自己先来。他说为了一个大型人道主义计划而抵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访问，对于接下来的美俄的谈判会有帮助吗？看起来已经想尽办法了啦。但欧洲呢，是不是真的跳脚？因为基本上影响最大的会是欧洲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在欧洲接下来可能的影响。那川普俄乌在4月20号之前，应该他希望能够达成停火，直接把目标就给欧洲盟友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停火。你欧洲要参与吗？没有欧洲在制定重大开支计划，说不定还要有更多的国防支出，甚至再派部队到乌克兰去。但问题是，现在英国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呢，都跟这个美国态度不一样。因此呢，当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到欧洲去访问的时候，讲了一堆话都是让欧洲不舒服，甚至很反弹，惹恼盟友的。川普却一句话就赞赏他啦，他说他传达了川普跟美国优先议程的一贯看法，就是欧洲一直在利用美国，好像全世界都在利用美国啦，台湾也是啦，全部都在利用我啦，所以我现在把钱全部讨回来，大家都是他的债主的概念。所以范是在指责欧洲政坛不及右的时候呢，德国总理肖兹也批评，你们一天到晚想影响我们的选举吗？美国要去影响选举，而且都不演了，直接不掩饰的这样做，肖兹痛批这个我们要自己决定民主进程。我看到很多个球赛公开的比赛，加拿大人已经反弹到一个不行，冲突一直在发生。德国的总统也说，新的美国政府跟我们有着不同的世界观。过去美国队长这个世界观已经不适用于川普，这种世界观对欧洲人来说，他说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只有美国的利益。那么川普呢，一手要促成欧中和吗？怎么说？一直推，把欧洲也打成竞争敌人的时候，欧洲外交官直接讲，美欧联盟结束了。美欧不管是对俄罗斯或其他的这个做法呢，现在的做法都想摧毁欧洲而已啊。而大陆趁这个时候向欧洲示好，包括南华早报报道的对于疲惫不堪的欧洲，所以给予什么样的合作呢？给他动摇啊，各种支持欧洲多边主义维护，支持欧洲在和平谈判发挥作用，跟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大陆是唯一没有完全照着川普的剧本走，说一句话画出也跟党，只有在中国大陆这里走不动。那被说美俄眉来眼去啦。那乌克兰的高层去见了王毅啊，那是不是中国大陆能帮忙呢？立陶宛的前外长就说呢，这个基本上一个基本的概念，中国大陆反而可以不费枪弹赢得乌克兰战争，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吗？如果美国跟欧洲都不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中国大陆做到呢？那对俄罗斯影响力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提供比川普更好的条件。那是不是就不一定川普说了算了呢？亮哥怎么看俄乌现在的和平？我觉得川普就不想拘泥于什么民主对专制啦，那这个俄罗斯
打完乌克兰还会打欧洲啦，这种我觉得川普认为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啦。重点是这个战争，乌克兰不可能打赢嘛。那如果不可能打赢，你继续耗下去，就每天死人嘛，那变成一个钱坑嘛。那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么多人继续死亡，那不愿意再出钱，不愿意再提供军火，所以川普认为能够有转折的，就是你们赶快和平吧，那欧洲如果你有不同意见，那钱跟军火你都去出嘛，乌克兰你都征兵征到17岁了，那你现在征兵，我听说到达前线的报道率只有10%，你自己都快亡国了，结果就你们这几个政治精英，泽伦斯基，你还不看清局面吗？我觉得川普的意思都是这样。那当然了，欧洲人尤其是因为这个仗打了3年多，川普突然所有的用语都改变嘛。我举例了，他们就在批川普说，你怎么不再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川普现在的用语叫做乌克兰陷入战争，我们要尽速结束，我们要争取和平。那欧洲人就觉得他们是被侵略啊，可是问题是你执着在侵略又怎样？你能解决吗？不然你欧洲来当老大啊，你欧洲又没有国防军，所以我坦白说了，今天马克龙就召集了欧洲几个大国的领导人在开紧急会议嘛，我就不相信你能够有什么方案啊。我认为川普就是决定要脱离僵局了，他就是要往前走了，而且他也预告我们可能会在阿拉伯半岛开会，到时候他会找俄罗斯的代表去那边谈嘛，那至于乌克兰会不会被邀请，或者你被邀请了你要不要来，你的事啦，我觉得有点这个味道了。那目前泽伦斯基当然讲话也讲得很硬了，他说任何绕过乌克兰的所谓的俄乌的谈判的一个方案，他都不认，我们就等着看吧。你看乌克兰能不能撑得住了？就是如果真的到时候美国叫你也去沙特阿拉伯，你敢不去吗？他现在想去没得去，那如果去了呢？他如果没得去，那乌克兰在外面就可以说我不接受啊。可是如果到时候真的邀请你去了，你敢不去吗？那你去了就是跳过欧洲，因为不会有欧洲的代表。我觉得川普已经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结论了，欧洲进来就没有答案了，就是这样。就欧洲人自己锁在意识形态里面嘛。然后他为什么会帮德国那个极右翼讲话？他说他的诉求就是反对外来的移民、非法的移民嘛，希望能够跟俄罗斯建立正常的贸易。为什么这2个议题不能谈？实际上从马斯克开始就在帮他讲嘛，因为德国的极右翼被那个德国的所有的自由派的媒体打压嘛，所以他才会讲那个话啊。那他当然是有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啦，因为他在美国也是如此。那他基本上认为非法移民啊，还有跟俄罗斯避免俄罗斯一面倒向中国啦，这个恐怕是更重要的议题吧。还有，如果俄乌能够停火，中东能够停火，油价会跌啊，这个对川普也是很重要的议题啊，因为他在打关税战嘛，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能够打击通膨的东西嘛，那就是国际的油价要让它跌。所以我的意思说，川普想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大的议题啦，国际油价要让它跌下来不要让俄罗斯一面倒向中国等等等。那欧洲人他认为欧洲人不只反对这一些，而且也拿不出什么方案，只有意识形态上的坚持嘛，他对这个非常的反感是严老师，欧洲国家过去何其的骄傲，怎么知道有一天会被川普形容成，哎呀，欧洲是在利用美国，还要靠美国，好像抱他大腿一样，这样的处境，欧洲从来没有到这一天。那接下来什么时候决裂点？我觉得欧洲当然本来还会认为说，川普就是丑陋的美国人，粗俗就看了一个
耶鲁毕业，对不起啊，你们耶鲁毕业的范斯也是这么粗俗啊，讲话讲的真的是更直接，更直接啊难。听我觉得对欧洲人来讲啊，真的是很难接受，因为欧洲人自己长期以来就认为说他们的外交处理是非常细腻的啊，美国是比较粗暴的，结果粗暴的现在对你更凶了，就是说你根本就自己都不晓得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但问题是，欧洲人以前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前，他是尽量，包括从梅克尔开始，就是跟你讲说不要接受乌克兰进入北约或者是欧盟，对不对？那你美国人在那边一路拱了以后拱出来了，然后欧洲人就说这个麻烦很大，那美国人也要帮忙来处理。结果现在美国人好像把它当做自己事情，不把欧洲放在里头来考量的话，当然我觉得欧洲是真的是必须要做一点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好像王毅在欧洲，那欧洲人会有一个比较开放一点的态度对中国啊。那另外我觉得说，今天看这样的一个和谈，当初一开头我们讲的，你认赔杀出的时候，乌克兰只有前面一开头只有2个省就顿巴斯那2个省，顿涅斯克跟这个卢甘斯克，就越来越多。就我没想到现在他一路要到奥德赛去了。我以为他只是说，东部那2个省好像没有连接到克里米亚那就说一路到赫尔松才能够连接到可不是，他现在有可能要把乌克兰变成内陆国了。那我觉得这个。看看川普要的稀土在哪里啊？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今天这整个对乌克兰来讲就是判断错误了以后，那后来就一路赔越赔越多。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你今天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美国的身上，结果美国一个选举换了一个总统，完全改变了。那我们台湾会不会也是长期就是万一今天来一个美国的总统，甚至就是川普？他今天对台湾的政策一改变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所有的赌注下在那边，就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所以我一直还是认为，我们从乌克兰的经验就知道，布林肯讲的真对，我们可能就是那个菜单上面的不是点菜的人就乌克兰都不是嘛，乌克兰就是被在这个餐点嘛，而不是在坐那边谈判吃饭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布林肯比较文明一点，可是他们大概美国的那个就是强势的态度，都是让我们这些比较弱势的国家需要特别要提防的。所以乌克兰现在是俄国跟美国在瓜分资源，那台湾呢是美中共管，我们也成为像乌克兰的处境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在某种角度上来说，美国人觉得欧洲一直在卡他们的油，一直在占他们的便宜，这个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因为从2战结束以后一直就是这样的。欧洲这些国家就是依靠美军的强大力量，让他们节省了一大堆的钱，不用在国防预算开支上面去发展他们的经济。所以从2战结束到现在这80年的时间，他们就是一直依赖美国，没有错。那现在他们为什么会慌呢？因为美国突然之间不让他们靠，他们发觉情况不妙。然后你说马克宏召开紧急会议，那又怎样？你们欧洲国防军真的像泽伦斯基一样，欧洲自己成立国防军吗？我才不相信欧洲这些国家会做这种事，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每一个都想的是自己的利益，谁都想着别人去干。英国现在讲的很大声，说要派维和部队啊，你派啊，现在立刻派，马上就去啊。因为这场战争搞了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马克宏之前还很积极啊，他不是要派兵，法国要派兵进入乌克兰吗？讲了2年了，请问一下动了没？没有啊。那英国现在换英国在喊，英国会动吗？我看也未必见得。那现在美国摆明的就是，你欧洲根本不用谈了，反正就是我跟俄罗斯谈好，你们接受就对了。那乌克兰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说真的，乌克兰看起来就是割地赔款，然后资源被美国拿走，看起来摆在眼前的选择就是这样。大家都有好处，对啊，除了乌克兰，就是乌克兰不会有任何好处啊。那当然，泽伦斯基现在是拒绝了，说要把50%的稀土资源给美国，结果美国方面立刻批，说你泽伦斯基短视近利，我都不知道什么短视近利，你们长久你会保护他吗？看起来不见得啊。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和平
很难达到一个真正的和平。为什么？因为你俄乌之间要达到稳定的和平，必须要有一个强力的国家能够居中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可是现在谁愿意做这件事？看起来没有。你说，如果真的欧洲军要进入俄罗斯，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他就是继续打，就是这样子啊，那就是直接跟北约整个杠上。那美国愿意发生这种事吗？北约这些国家真的愿意发生这种事吗？恐怕都不见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整个情况非常难搞。那至于说中国大陆会在里头变成大赢家，老实讲，我觉得也未必见得。现在我个人认为，其实美国的做法就是希望中国大陆不会插手在里头。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在阻挡中国大陆介入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个利益应该是他跟普丁来谈。他老早不是喊着说中国大陆要介入帮助和平的实现吗？他只是讲这样讲，自己搭上线就不用。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去的话，那美国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确保。所以对普丁来讲，我既然要保障我的利益，我当然不会随便让你介入。所以现在这个看起来就非常像是那个第二版的雅尔达密约。到最后乌克兰就直接被卖掉，那欧洲大概就只能承受，除非欧洲人真的硬起来，欧洲人真的有办法像他们所说的一样，你们每一个都调高国防预算，然后跟俄罗斯杠上。问题是你们会做这件事吗？抱歉，我认为绝对不可能。本周反正这几天就会看到美国跟俄罗斯的对话，乌克兰会怎么被卖掉吗？怎么数钞票？不知道。那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呢？那到底一直在说升温一直说还有保留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金融时报》说，中国正计划收紧对先进科技的控制，包括出口管制啊、锂关键电池这些技术是美国这里可能很需要的。那习近平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北京出席民营的企业座谈会，跟这些企业家碰面，代表他重视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些科技啦、AI 啊相关的产业。大家有个人特别被关注到，当然就是马云咯，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也到了，还有腾讯的马化腾、小米、雷军、华为、DeepSeek 这些高管呢，都告诉大家，这个是现在中国大陆方面最重视，而且鼓励商界高管去拓展影响力，而且是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核心能力。那么中国大陆说是外交的自信从容吗？有各种的分析。王毅跟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话的时候，直接告诫他好自为之。都是川普在告诫其他国家，在王毅的部分也告诫吗？当然，之前大家关注这个慕安会议的时候，都是在看他那一句他强任他强，后面还有一句叫做什么？郑板桥的竹石诗篇里头有哪句话呢？任尔东西南北风，然后还有一句千磨万击还坚韧，就是要跟美国传递他们好像没有要软掉来硬硬的，一定要硬起来的这样子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哲学吗？来看看葛莱仪的说法他说习近平的高度希望美方不要对中国产品更多的关税，抵挡美国施压的方式现在策略还很难说，有萝卜也有棍子，美方也要在会晤当中做出妥协，所以并不是一昧的完全买单习近平的这个川普的政策，这才是双方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他所打的算盘怎么去对弈。而习近平的20年布局，中央电视台做一个报道，这厉害有这么厉害吗？不知道。DeepSeek 最近说影响全球嘛，大家都在说到底怎么产生的？说要央视归功于习近平啦。说20年前这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第一次提出数字浙江战略现在总之要把在杭州过去被说是风景这个绝佳的这样的地方，现在把它改变成除了是风景天堂、西湖天堂，下一步叫做矽谷天堂、高科技天堂。但无论如何，现在的确是在科技产业被越打压、美中的对抗之下，反而更成长了吗？那么杭州的六小龙点燃投资者的信心，这也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所分析的这个概念。实务上来看看实际的 AI 呢应用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有化妆超强小红书，美国要进但进不了的小红书，直接 AI 教你怎么化妆。这个妆叫什么？这个叫做小红书的博主聂小倩，她老板应该就是姥姥嘛，就是要画黑山老妖的妆就真的 AI 教把它画成这个黑山老妖的妆，哇，这个叫歌德妆，太强大了还有中国首位 AI 儿科医生，看医生AI 来吗？第一个儿科医生真的问世了，他就跟13名儿科的专家一起会诊罕病由这个罕病里
多学科的专家。多学科的会诊新模式，这已经是越来越崭新，而且不知道可以发展到哪里的新境界。还有，当然娱乐效果上面是一回事，专业上是一回事。像春晚上面跳舞的机器人叫做秧歌啦哦，现在看到画面上更厉害了，就是越来越流畅。这个是语数科技的最新影片，完成升级之后，这个机器人跳的是不是跟人类越来越像啊？任意的舞蹈画面一再一再的在网络上惊艳大家，这种流畅的舞步、丝滑舞步、摇交的舞步都难不倒他。这就是未来吗？这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科技崭新的程度嘛？所以亮哥在看美中对抗的时候，川普其实谈判都这样了，因为川普本来说100日内要去中国嘛。事实上，他上次2017年也是这样，就第一年就是中美合作年啊，那他会拉高调子，然后访问中国。那2017年习近平也回访嘛，对不对？可是2018年就贸易战了，2019年就科技战了啊，所以中国大陆也没有期待高了，他觉得川普这个人不稳定，所以他讲的话也不一定能够维持个2年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反正我现在跟你贸易已经降低到12%左右嘛，那看你怎么样嘛，你出什么招我就出什么招，大概是这样啊。那我认为期待很低啦，期待很低啊。那反而他在忙的是什么？比如说习近平开这个会，他现在就是需要大量就业。那你知道吗？这个数位的东西，只要政府愿意放手，其实真的可以产生很多就业了。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那个线上的各种教育，那结果后来不是打压补习班吗？对，结果东方幼教都倒了，不是吗？没错。那个有多少人就业啊？真的，对不对？线上教育，所以腾讯你多开几个号嘛，让它有更多线上游戏嘛之类的。所以马云也回来了，等等啊，很受关注。这个是一类啦，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数位的服务平台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杭州。那六小龙啊，DeepSeek、语数科技都在杭州嘛，那就是他们会不会带动新一批的独角兽？而且因为它很多都是开源的，尤其是 DeepSeek 事实上我认为它会开创的生产力是最可怕的，因为大概在昨天就是跟微信接头，你现在进入微信就可以直接在里面用 DeepSeek 啊，那微信在中国的使用量有13亿。那中国所有的电动车都跟 DeepSeek 接上了，据我了解啦，是那个语音跟反馈变得快很多了，而且比较准确啊。还有比如说，中国大陆3大电信都跟它接上，就是说应用场景会不断的增加啊。那因为根据美国的经验嘛，美国史丹佛有做过研究，就是人工智能如果到处外溢，都接触到各种应用场景。那整体生产力大概可以增加10到15%，我认为它现在就是在这个阶段，就是 DeepSeek 之后，然后要形成一个新的科技生态系啊，那就会有很多功能出来啊。那我觉得他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你现在真的要增加就业，因为房地产救不起来嘛，房地产还在那边低迷，那其他你要放啊，让它能够尽量去发展。但 A 股回温了，对，那个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股市的技术权重，它本来压低嘛，那现在逐渐的让它回来了，就是说，中国这些技术是真的啦，那真的有助于增加生产力啊。事实上，语数科技，你刚刚讲到那个跳舞的，那个实际上就是春晚的那一批机器人，也是他做的。那他的机器人全球的市占率60%。那语数机器人那个老板叫王欣欣，他现在才35岁。他是从大疆出来的，创业的时候27岁。太强。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东西啦，就是有一些年轻人，那你如果开放更多数位平台啦，各种 API 的接口啦，那这里面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出来。那我觉得政府这个讯息很重要，就是我要放，我要让民营企业来开路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啦。等于要开放给更多的企业发展的机会，才能够创造更多就业了，这个很现实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中的博弈究竟是软是硬？看看王毅的谈话，他对于这个从容的回应怎么看？严老师，还好他这些现在用的这些这个诗词啊也好啊，这些这个成语也好，都可以靠 DeepSeek 把它翻译出来。那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所以你再讲的太再深奥，我大概查一查也可以查得出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说今天中国大陆在这个川普第一波讲出要关税战的时候，哇，你看看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这些都很紧张嘛，就是他的朋友都很紧张，然后都求见川普。那川普就觉得说，哇，我这样讲，我说通话就马上通话，马上就有用了。可是大陆好像没有这么强的反应，对不对？就是我也做出我的关税，然后慢慢来。我觉得这个是大陆现在的一个态度，就是可能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比较从容一些，那也觉得说也对，可能对川普的这个我们这样讲，他的这种谈判的技巧也很熟悉了，所以觉得说川普可能你一开头是示弱的话，他会更假狼告告，可能会更凶，所以你不需要那么示弱，然后反而可以逼他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谈判。那但是我认为，其实是因为他有过4年的经验，他已经准备好了啊。那所以。看到王毅这样讲，结果反而刚刚我前面也提到，可能欧洲的国家还觉得说，我们搞不好可以玩中国牌来对抗美国就是等于美国反中的情绪这么高，那如果今天中国愿意跟欧洲稍微有一些友善的地方，会让美国紧张的话，说不定美国就不会对欧洲像范斯讲话讲的那么不客气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当然。大陆这个整个在杭州的这个集团出来我不会觉得很意外，只是我有点觉得可惜的是什么？我3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杭州的时候，我看到西湖，我觉得好棒，不要发展，因为我去了刚好去玩上海，去玩别的地方，我说这种小镇比较小一点的就不要发展，但是没想到他们你看浙江是观光重镇，对，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科技的，而且以前就有讲过数字，然后也。办过多少次峰会那我觉得杭州就是一个等于是把浙江大学的这个人才已经集好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整个的我讲说配套措施这些包括人才，包括这个当时的政策做这样的决定，所以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不要看不起威权国家，威权国家有的时候它一个政策不会因为换了人上来。而改变，你说美国吗？没有，它是会持续推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嘛，每个行政院长上来就丢出一个东西，然后呢下台，没有人去追他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对威权国家、威权体系这种一致性的政策，我们要稍微谨慎一点，不要把人家当回这个好像说，人过就完了，不会蛮久的你看这个从杭州开始。搞这个数字经济的时候，已经20多年了。因为这些外交政策，有时候真的会搞不清楚谁才是威权国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AI 的发展，斌哥说有新的技术跟曹兴诚有关。曹兴诚先不是他发了一个声明吗？是，那我就把它丢到 AI 去看 ，AI 对他的声明有什么判断？就 AI 说呢，如果从整体语气和内容来解读，他的回应并非直接否认照片的真实性，而是刻意模糊焦点，把重点转向侵犯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和散布者应负道义责任。这种回避式的回应，通常出现在无法完全否认，但又不想正面承认的情况。尤其是他提到，如果图片是真的，对我并不构成什么伤害，但对照片中的女性却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句话隐含了照片有可能是真的，但他不在乎，而他更关心的是照片中的女性会受到影响。真的在乎？你觉得 AI？ 我觉得 AI 真的蛮有智慧的，有的时候比人还厉害。我觉得他的判断基本上跟我是一模一样。我觉得他真的很强，所以我觉得 AI 未来在各个层面的应用会非常非常广。这个都还只是枝微末节。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内以及国际政治议题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火热的这个爆料人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
正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有斌哥在，当然第一题就要谈这一题啦。今天早上在谢寒冰所直播爆料里头，告诉大家曹兴诚，那么在还有婚姻状态的时候出轨，差40岁的小三，那么在爆料里头的内容是2015年发生的哦，也是大陆的广东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跟他过去所投资的古董生意都很有关系。两个人的照片非常多，我不知道斌哥还有没有留一手了哦，手牵手接吻，然后送了价值人民币190万元的哦，原来这是人民币，刚才在想说是台币嘛，190万人民币的5克拉钻戒，那手上刺的刺青。钟跟陈，大家也讨论很多，为什么是钟跟陈，不是礼义廉耻还是别的，不知道。但总之用一个钟跟陈呼吁，至少可以证实曹兴诚手上的确刺了一个钟字。那么尤其对方的身份是大陆人士啊，不是你们抗中保台最容易，哎呦有匪谍很恐怖吗？那怎么这么亲密呢？曹兴诚的回应其实花了点时间才回应，他没有立刻回应，他的回应的内容是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没有正式证实哦，他只说 AI 时代什么都可以假造。这句话我就直接帮他，待会问斌哥，待会可以直接回应。他说，为什么会有人为了政治目的用卑劣的手法公布隐私呢？啊，万一这个女生呢想不开，轻生什么什么怎么办？这种情绪勒索啦哈。然后再来说典型的中共作风，中共同路人之类的。那你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呢？他说，就算是我做了，是我照片真的是我，那我也不会受到伤害。哈哈，这样感觉是光荣吗？还是骄傲吗？所以曹兴诚是不是有用大陆的这个女性友人去作为人头，开了公司，甚至收藏品被称为小故宫？这东西需要过一手，有个重要的经营者哦，那自己称叫八部居士，还乐从堂主等等的这个机构呢，有各种的这个交易的金额跟收益，是不是也跟曹兴诚过去跟中国大陆当然关系很好嘛？本来是喊着要统一的啦，看好中国大陆的市场啦，那后来改变的立场，跟中国大陆闹翻，跟被司法调查有关系，一切都是利益嘛。那忠实的是什么呢？忠实的是钞票吗？获利吗？不知道啦。但曹兴诚光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这个乾隆料胎包的浮萍，这个古董啊，就可以在苏富比的香港秋季拍卖以港币这个台币啦是8.13亿，直接赚了7亿8千万这样子的数字，天价成交。所以显然这些古董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获利的来源，而且赚很大。所以呢，过去这个制作单位说要选他可能会有什么方向跟发展，看到曹兴诚的回应之后，我觉得3个都不是啊。结局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像郑文灿打死不认，都有影片走来走去的，他说那个是申伪啦，到底是不是？那罗致政说是假的啦，中共介入选情啦，那结果调查局验出来之后，他又不肯公布啊，或者是赵天麟直接承认退出运作就罢免，因为他对象是对岸的大陆籍的人士吗？那看起来曹兴诚都不是啊，我就是我高兴就好，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所以呢，在川普接下来对台湾的政策里头，如果曹兴诚是赖总统所支持的主流价值，抗中保台，那台独呢？台独的基本教义派在民进党一片喊啊，哇，好棒，好厉害啊！欢欣鼓舞的振奋是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删掉了不支持台独的字样，换上了其他的字眼之后，国务院接受媒体回应是说，这个是例行的更新，但是仍然维持一中政策。AIT 认为中国大陆是台海和平唯一最大的威胁等等的，让王定宇非常的开心，他大喊哇，川普2.0会突破框架，雷厉风行，未来还会有更多什么可能？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好开心，欢欣鼓舞啊！那很多人就在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个美国都没有反对台独的话，赖总统是不是要忠于心里的话，宣布台独公投呢？那至于川普跟我们台湾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究竟有没有管到这件事情，光是台积电的处境，大家就知道，在各种的艰难的环境里，川普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完全100%落地。今天也传出来，台积电可能要2成去入股 Intel 等等的那国安高层终于开了个会啦，提议方案是什么呢？说川普已经知道了台湾会扩大对于美国的投资，白宫还列为重大的政绩，我们会一直在投资更多的投资，重点是，但看起来事实上是这样吗？如果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有3名知情的美国官员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台湾官员最近2个月非常的焦虑，虽然一直频频有人去华盛顿想要接触川普的核心，但是就是成效甚微，咨询工
公司中国战略集团的总裁他说的啊，台湾的一些赌注都押错了，都本来就是啊，不管裴洛西或者是庞皮欧，都是这个川普最讨厌的人呐、川普又有记恨有名的、所以以光川普提名的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他说的啊，台湾不应该为自己。对美国来说必可不少，不能或缺没有的。虽然保卫台湾对美国来讲有利益不过美国人并不是没有他不行。所以彬哥，先从你今天的爆料来看，怎么回应曹兴诚？他没有告你哦。对啊，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奇怪的地方。本来按照曹董的个性，我以为他会直接告我。我本来预期他可能会这样。那如果他直接告我的话，那我就看我这边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资料能够拿出来。结果他选择不告我。然后选择，当然他现在还没告，搞不好突然丢稿又告我了，我也不知道。目前还没有说要告。那他发了这个声明，抱歉，我很直觉的就认为他等于是承认这件事，因为他整个逻辑很奇怪。他先说这个很可能是 AI 生成的，这个是不是 AI 生成？你是当事人，你会不知道吗？你如果不是就不是，是就是嘛。那哪有什么可能是可能不是？这不是很奇怪吗？然后再来，你说这样会不会侵犯到人家隐私啊？会不会造成这个女性当事人的受伤啊，甚至轻生啊？那你不是告诉我这是 AI 吗 ？AI 我要怎么造成他轻生？这根本就没有真有其人。对啊，那表示你承认真有这个人嘛？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大概已经表明一切了。那至于说我是之前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其实我也不是直接就把它丢出来，因为我也会担心啊，这到底是万一人家伪造出来 deepfake 的怎么办？然后我也去找爆料者提供给我的一些相关资料，我找到确实大陆有个贤怒文化，那确实有这位单中华女士。我一开始还很疑惑，为什么？因为她在网络上流传资料，大部分是中华民国的中华，然后爆料者给我的是中兴的中，然后那个华而不实的华，所以我想，这两个不会是有问题吧？那后来查到了她的营业登记证，她的本名确实是中兴的中，就是忠心耿耿的忠，所以就表示爆料者给我的资料基本上是正确的。那当然，我也仔细看了所有他给我的图，然后我是实在看不出有任何造假的痕迹，而且这是2015年的事情，当时的解析度，手机的解析度大概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会出现一些边角不是很清楚的一些状况。那至于说有最多人质疑的，有一张就是曹兴诚手上拿着卷烟，然后下半身看起来有披过的样子，那确实是披过，为什么？因为那边有露出男性特征，所以我不方便把它露出来，所以我只好把它遮掩掉。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P的痕迹，确实是这样，没有错。那至于说他手上抽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也没闻到，所以我不晓得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只能够就我知道的东西去讲。那其实我公布这个最重要的是，我担心的是曹兴诚过去主张统一公投，主张要签两岸和平促进法。然后结果这个人突然之间就转变回来之后就变成抗中保台急先锋，那是不是你有什么把柄被人家抓在手上？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会突然之间出现反差如此之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至于他的师德问题，老实讲我不在乎。虽然2015年的时候他还有婚姻关系存续，但是那也是他原配要考量要不要去控告他，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只是。曹兴诚口口声声抗中保台，可是他实际上看起来跟大陆人是蛮好的嘛。那在这种状况下，你是真的抗中保台吗？还是你是嫌命回来台湾做一些什么事情？你是不是要谁才是中共同路人？对啊，我不知道啊，因为看起来他回到台湾来之后，就是到处在引动台湾社会的混乱，到处在台湾内部制造矛盾，到处掀起腥风血雨。这不就是他在做的吗？从他搞黑熊学院，搞这些罢免，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无一不语啊。他是不是受了谁的指示来做这件事？这才是我质疑的地方。你是不是因为你如果这个东西看起来他是承认，你只有这一个吗？你有没有其他的？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被人家抓到把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追随他的时候，甚至我们相关的国安单位是不是应该要去清查一下曹兴诚在大陆的时候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个会牵涉到国安的事情，因为以他现在在所谓的独派这边这样风生水起，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到底是不是别有所图？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去查明的。那至于说他现在采取的态度，他也讲了嘛，他还是要求大家大罢免了，
所以他也不会退。实际上他是领衔人，他如果退的话，整个案子要重来，大概他也不会退。那就看他们自己持续要怎么做。那导致这个官网美国国务院官网把这个不支持台独拿掉，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个警讯。我知道很多独派可能会想说，哇，这样太好了，川普爸爸终于转变了，要支持台湾独立了。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我怕的是现在美国的态度改变是，他终于直接把台湾当饵，要用台湾来搅动两岸之间的这样的情势。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乌克兰的处境，台湾难道也要变成这样一个棋子？我衷心希望不会这样。亮哥怎么看曹兴诚这个事？不啦，确实啦，他如果要怪罪到 AI， 那两个就都是 AI 嘛。那怎么我没关系，女生有关系呢？不觉得很奇怪？就是逻辑都兜不上来啊。因为我也第一时间寄给徐小新啊，徐小新就说这又不是我贴的，怎么结论是罢免呢？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不过我是从你刚刚讲的那几个 case， 我得到一个结论啊。坦白讲，赵天麟还真的比较诚实啊。赵天麟不会说那是 AI 嘛，不会说那是深伪嘛，对不对？赵天麟就认了，退出选举，对不对？帮黄捷选举。其实这样子对危机的处理，给人家感觉反而比较干脆。他不是说因为关键是对岸的，不，我知道啊，可是他没有否认，没有办法翻，他没有否认啊，没有否认啊，不会像郑文灿、罗致政，而且我现在还有很多疑云嘛，对不对？我觉得自己有做过，自己就承认了啊，这也不是，反正他都已经过了那个随心所欲的年纪了啊。所以对他影响也有限了，我讲白了啦啊。不过我只是从这里来看出，这个就是整天把抗中保台挂在嘴里的人呐，那人家会做对照嘛，重点在这里啦。哦，一般去一下大陆参访一下学者啦什么，那你就立刻说别人怎样怎样，对啊，中共同路人对不对他这样都没有关系吗？是啊，他今天爆料他的，他也说是中共同路人啊。所以斌哥已经是了啊。那我传给徐小新，我也是啦，变成这样啊，变成提到他这件事了，都是同路人啊，然后他自己都无所谓啊，那我觉得如果搞台独搞到没有是非对错到这个程度啊，那这种台独有价值吗？你去想一想吧，都是你对双标你可以，别人不可以。那明明就被抓到什么东西了，死不承认。明明预算删的不多，就说你快亡了。如果都是这样的搞法，那这样的台独，我觉得道德水平就太低了啦。就是你在追求一个政治的目标理想，起码要有点格调嘛。就你明知自己不对，或者是你明知你这样是夸大，照干啊。坦白讲，过去的民进党还真的不会这样。我觉得蔡英文比赖清德很不一样了啦，已经看得出来。赖清德才上任多久？才6个月，7个多月了然后一样嘛，比如说那个，我认为那个国务院做了声明的改动也有可能是卢比欧啊，因为卢比欧确实跟台湾比较熟嘛。可是这个动作对台湾意义不大。重点，他是要写给中国大陆看的，没错，筹码在我手上。那写给中国大陆看是要干嘛？就是可能预期川普即将去大陆，所以呢要把自己的姿态弄高，不就是这样？那事实上，可能我们要忧虑的是，变成台湾这个议题在美国手上，那中国大陆在乎这个议题，那是不是要大家要来做大谈判、大交易，就好像俄罗斯一样嘛？俄罗斯跟川普谈，现在大家就在想，因为美国财长不是跟乌克兰说要他的稀土，结果后来发现稀土大部分都在俄罗斯占领区啊，所以有人说到最后会不会是俄罗斯也让美国进来共同开采稀土，享有这些资源？对啊，然后美国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逼乌克兰要吞下去，会不会变成这样啊？我想这个才是大家要比较忧虑的吧，台湾要警觉的。不过严老师，我有一事不明，为什么这些连科技大佬都那么喜欢搞自拍啊？
我不是不太清留下很多证据吗？我因为他自己当事人没有否认是真的假的，第一个就是曹兴诚在就是20年前有到我们国关中心来，他推出他的那个统一公投的就是在那边讲的蛮有说服力的啊。那我们还有同仁是帮助他在这个思考这个方面的问题，结果没想到他改变。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改变，当然有很多原因，大概网络上面或者媒体都有讨论。但我觉得就是他又称为居士啊，应该是对这种收藏东西啊是不应该的。八部居士不是，这怎么会去收藏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艺术品啦？这些应该是倒空的嘛。人应该是空的才进入佛门的话，讲居士应该是很空，根本不在乎是他怎么会去收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一点，被人家看出来，哦，你喜欢这个东西，那我刚好就有这些古物。哎，古物大陆以前真的是很多，流出去也很多。可是我觉得最近这20年已经开始非常就是确认不让他们随便被民间给买了以后卖到国外去。那当然，今天曹兴诚我觉得是在这一方面是不够谨慎，但是我最糟糕的，我认为还是他回答这个问题。刚刚彬哥已经讲了，他的声明，他的这个声明啊，然后呢，你继续还要去，你要跟那个徐小青还要去辩论要罢免他的，虽然你没有公职，但是你毕竟是个公众人物，所以你不要跟我们讲说什么隐私，因为你就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是没有隐私，而且是自己愿意成为公众人物哦。我们在美国研究这个所谓隐私权的时候，有人是不小心啊，譬如说刚好碰到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了，救了人，人家说哎，这个人是英雄，结果发现他后面有一堆这个黑道背景，什么东西都有。那这个他不是故意要成为公众人物，那他这个应该有一点隐私。可是像曹兴诚是表明这是公众人物，所以你不要跟我谈隐私啊。那最后我要讲，我觉得王定宇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就是今天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如果说上面写说支持台湾独立，那我觉得你可以非常的兴奋。他不讲不表示说他不支持哦，就是不表示他不会支持。过去曾经删掉再放回来嘛？不会放回来，或者说我今天文字不讲这句话，不表示我今天已经变了，我只是没有提这件事情那你兴奋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台湾怎么那么玻璃心，人家随便一个文字的改变就可以让台湾人这么嗨吗？我觉得王定宇也要检讨了，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讲一些还不成熟的话。